我替全村代存了3年冷藏品，没收1分钱。可有的人却得寸进尺。马嫂真放不下，冰柜里的雪糕清出去一会儿就全化了。几根雪糕值几个钱？我家订婚宴要是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第2天执法人来了，我补手续花了300块，还得先关门整理，暂停代存。我没吵没闹，老老实实交了补办费用。结果从第2天开始，全村都乱了。我的豆腐啊，这一盆全酸了，下午还怎么卖？我的鱼啊，变味儿了。而那个去镇上告状的人也没落到好处，他引以为傲的准儿媳当场跟他儿子退了亲。这就是你们马家的体面手，菜都放臭了，莫拿我们当孩儿。桂兰婶儿，对不住，这么晚还来麻烦你。我从镇上赶回来晚了，这菜明早要给我娘家送礼，这天放一晚就坏了。来了就放进来。桂兰婶儿，太谢谢你了，你拿个鸡蛋尝尝，要不我心里过不去。拿回去，这有啥好过不去的？你要是不收，我下回真不敢来了。佳明，早点睡，别熬坏眼睛。妈，你腰又疼了吧？我给你揉揉。没事，老毛病了，你快把题做完。乡亲们大多厚道，帮着代存，店里也有人气。佳敏快考试了，日子会好起来。桂兰嫂，天热了，雪糕卖得快，这批你可得看好。妈，这些卖完够交我下个月书本费了。是啊。我帮你找，待会儿把东西搞乱了。我自己的东西我能不知道吗？给我拿个袋子。袋子要收钱，成本价。袋子都收钱，还开什么破店？冰柜是免费给你们用，我又不赚钱。哼哼，呸！装什么烂好人？狗咬我总不能咬回去吧？快点，别磨蹭，一会儿太阳晒坏了。马嫂，这是做什么？明天大勇订婚，席面菜先放你冰柜里。冰柜满了，放不下这么多。哼，这不是有地方吗？这是我进来卖的货。雪糕值几个钱？全丢了。先给我家席面菜腾地方。你家的事儿再大，也不能让我把自家的货扔了。扔了又怎么了？你平时替全村人存鱼存肉，到了我家就不行。我帮大家是顺手帮忙，不是让你来占我的冰柜。婶婶儿，你别生气，就当帮帮我吧。那就去井水里镇着。那哪行，就要用这个。我家的冰柜先放我自己的货。马婶儿，我冰柜也满了，你不能让他把自家的雪糕都扔了。小孩子插什么嘴？你妈平时给全村人存东西，到我家订婚宴就摆架子，大家都看清楚，王家鱼、许家豆腐、李家猪肉，写的明明白白。他嘴上说免费，谁知道背地里收了多少便宜？那是怕拿错东西才寄的。我上次亲眼看到，你收了好处还装免费，那些是我硬塞的。桂兰婶不要，是我自己放下就跑。你年纪轻懂什么？他给你开过几次门，你当然替他说话。马婶儿，你别血口喷人。我血口喷人？小卖铺卖雪糕卖汽水没问题，可他替人存鱼存肉，开店手续里写了吗？佳明，回屋做题。妈，可是他们欺负人。没事，你先进去。马嫂，你家的东西我放不下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老沈家开黑店了，收了全村人的东西，到我家就翻脸。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我家大勇明天就要订婚了，这么热的天，买点好菜容易吗？他沈桂林开个小卖部，心肠怎么这么黑呀？街坊邻居的借个冰箱都不肯，这是要眼睁睁看我们孤儿离母的肉发臭啊！东西在门外，离我的冰柜还有半步，你们不搬，
也别堵着我做生意。既然你说手续不明白，那你就去镇上问。你别装，你真是怕了。妈，他不让你好过，咱也不能让他这小卖铺安稳开。我现在就去镇上，让人来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。他小卖铺明明只卖点雪糕、汽水，却替全村人存鱼存肉，还黑心收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。你反映的情况写清楚姓名和地址。叫你不帮我存我的东西，这下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有人实名反映你长期替人冷藏代存，我们过来核对一下。我开小卖铺是有照的，绝对合法合规，卖东西总不犯法吧？这些都是你自己进来卖的货吗？这里有些日期隔得很近，确实不像偶尔帮忙。你这登记册上密密麻麻的，到底收没收费？领导，我没定价，也没开口收过钱，都是乡亲们觉得过意不去，硬留在柜台上的电费补贴。让一让。桂兰啊，我是不是早提醒过你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？现在被人点名了，你让我怎么保你？老吴，上个月你家杀猪，半山肉也是放我这儿的，那时候你怎么不说让我少管闲事儿？补办费用300元，小卖铺先关门整理。规矩落到咱家门上，先把规矩补明白。妈，那是下个月书本费，凭什么咱们好心帮忙，最后还要自己掏钱倒贴？我不服！费用收记，整理期间不得再继续代存冷藏品。同志，只要我把乡亲们的东西清出去，就不影响小卖铺正常开门，对吗？行，我认罚，我也认清了。看我干什么？是他自己手续不前，早晚得有这一天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从今天起，老沈小卖铺不再替任何人代存冷藏品。妈，就是马秀莲去镇上告的吧？我去找她问清楚，咱们不能就这么吃哑巴亏。既然别人嫌我们多管闲事，那就把这件事彻底断干净。从今往后，老沈家的冰柜只装自家的冷暖。天要下雨，恶人自有老天收。你们的烂摊子我不管了。规矩已经写在纸上了。原来这10几年的情分，也就值这几把火的时间，烧成灰了，风一吹就散了，挺好，真挺好。每一张纸条都是我妈熬夜理出来的，凭什么让你们踩在脚底下？没这些破纸条拴着，咱们家总算清静了。你们自己造的孽，接下去自己慢慢受吧。马秀莲，你以为去镇上告一状，300块钱就能把我沈桂兰的脊梁骨压弯？这小卖铺的门，我今天就给你们彻彻底底的关死。马秀莲算错了一笔账，真正替这个村挡住夏天那股子毒热的，从来都不是那口耗电的铁皮冰柜，而是人心里的那点温度。这规矩
是你们逼我立的。桂兰婶儿，我求您了，这豆腐就借您那点凉气，放半天，中午我一准来端走，绝不多占地方。桂兰嫂子，您行行好，我这活鱼可是专门给老太爷过80大寿备的，这毒太阳一晒翻了白肚，我回去可怎么交差呀？对不住各位，真不能放了。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咋就不能放了？以前这3年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？大家里外里不都这么过的吗？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以前那是咱们街坊里道的情分，现在呢，镇上的暂停待存醒单就贴在我脸上，这300块的罚款逼着我只能按规矩办事。从今往后，咱只讲规矩，不论情分。哟，桂兰嫂，外头咋堆得跟小山似的？今儿个冰柜清仓，不帮乡亲们搂着了，彻底不存了。大兄弟，把雪糕全给我卸下来。从今往后，我这口冰柜，哪怕是空着结冰碴子，也只放我自己真金白银进来的货，别人家的东西沾不了一点边。从前整整齐齐贴着纸条，随放随取的冷藏特权，一夜之间就被打回了原形，变成了井边和树荫下的烂摊子。快走啊，磨蹭啥？天哪！我这一担豆腐要是坏了，今天赶集的钱全没了。这大热天的，不是要逼死人吗？没有我看着，所有人这才发现，方便不是凭空长出来的。老吴，你们村里的管啊，东西坏了谁赔？以前放桂兰那里好好的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捅刀子？都别吵，先各家想办法。捂住鼻子，多放葱姜，大火多过几遍，谁吃得出来？出了岔子，我拿你是问。罗家明天一早就来，不再拖时辰。坏了坏了，明天一早罗家就来，这满屋子的腥臭味要是压不住，大勇的亲事可就全毁了。沈桂兰那个黑心肝的，这是要逼死我啊！我家的肉坏了，是不是找举报的人赔？各位乡亲，冷藏待存的事儿，大家先冷静。村里正在协调。老吴，你这算盘打错了。大伙儿都听明白了，不是我沈桂兰突然撂挑子，补办费我交了，关门整理我认了，但这黑锅我今天绝对不背。王家嫂，硬币是我自己留下的，桂兰婶从来没要。到底是谁去镇上反映的？我那是为大家好，他手续不齐，本来就该管。我是为了咱们全村人的食品安全着想。对，马秀莲，你为大家好，好到让大家的活命粮都烂在太阳底下。现在知道人家的好，已经晚了。马秀莲，全村人的损失，你拿什么赔？有些理解来得太晚，
比不理解还让人心酸。佳明，回屋看书，外头的事儿妈自己扛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恶人自有老天爷来收。马秀莲举报时，只看见自己占不到便宜，却没想到第一个被混乱反噬的就是她自己。马嫂，桂兰嫂那边不收了，你家这些赶紧想办法。闭嘴！都是沈桂兰心黑，不肯给咱家放。那几盆准备给准亲家撑体面的鱼肉，就这样被扔在无人看管的井边。没有冰怪，没有纸条，没有人守着，此刻全靠命。妈，这还能吃吗？洗洗，拿葱姜压一压，谁能看出来？不能扔，这是我花了血本的，不能扔啊！洗洗，拿葱姜压一压，谁能看出来？呸！这不是他自己去镇上反映出来的结果吗？真是现世报，活该！马秀莲终于尝到没有冰炫待存的滋味。马秀莲，你觉得委屈吗？觉得痛吗？这不过才是开始，真正的后果不在雨里，而在第二天马秀莲要面对的准亲家面前。当他们看到你拿发臭的烂泥鱼肉招待他们，那才是这出戏真正的高潮。叔叔阿姨，罗春燕，不好意思啊，村里管事人这几天搞卫生整顿，还没来得及清。这味道怎么这么重？我妈在家准备了丰盛的鱼肉大餐，咱们快上楼吧。只要把这关糊弄过去，婚事就还能稳住。亲家来了，快进来，鱼肉都做好了。马秀莲以为洗干净煮熟了就能遮住真相，可烂掉的体面，味道最藏不住。马大勇，我们家罗春燕是下嫁给你，我们不图你大富大贵，可你们家这是什么家教？阿姨，这真是误会。这些鱼肉怎么一股下水道烂泥味儿？就是冷藏品没给我送上楼，在外面稍微淋了点雨，我洗得干干净净，高温消过毒了呀。他居然觉得这种东西能端给我们吃。闭嘴吧你！对门阿姨都说了，就因为你为了省50块冰柜店钱，逼着戴存点沈阿姨给你搬订婚宴食材，人家不搬，你就去举报人家，害得全村里冷藏品瘫痪。你这顿鱼肉是昨天大暴雨的时候从外面的泥坑和垃圾堆里刨出来的。不是马秀莲最怕丢脸，可她偏偏把最难看的脸摆到了亲家面前。马大勇，你妈能把垃圾堆里的臭鱼肉端给我们吃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罗春燕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。不能走，他们走了，我儿子的婚事就完了。就为50块钱把老沈举报了，害得我的冷藏品全泡水，还拿垃圾堆里的臭螃蟹招待亲家，真不要脸！你们少胡说，少管闲事！他曾经最爱把别人推到人群里审判，现在人群也把他推了回来。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你这是在侮辱谁？还有那什么礼品，拿垃圾堆里捡来的臭鱼烂虾撑面子也就算了，还拿100块钱的核桃粉来糊弄人，你们家这叫骗婚！
阿姨，春燕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些，这都是我妈干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还是你装不知道？马大勇，有这样的婆婆，再加上你这个连是非都分不清的懦夫，我跟你结婚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这婚不结了，以后别再来找我。马秀莲用50块钱省掉的搬运费换走了儿子的婚事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贪那点小便宜，我的婚事能黄吗？大勇，妈都是为了你省钱啊！我好不容易找个条件这么好的老婆，全被你搞砸了！你赔我老婆！不是所有报应都需要别人动手，有些人会被自己最在乎的东西反噬。老吴，你今天必须给他说法！我买的菜全毁了，我买的猪肉都发臭了。要是我这2天吃不上饭，管事人担得起吗？公共冷藏处没有，代存点靠桂兰婶免费撑着。现在出了事儿，你们管事人别想躲。村里冷藏品瘫痪后，每一件损失都开始找到它应该落下的地方。再不把责任推出去，我这个管事的就完了。老吴还想用老办法把问题推回沈桂兰身上。各位乡亲，各位街坊，大家冷静一下，有话好好说，千万别冲动。这件事儿根本原因不在我身上，是马秀莲恶意举报老沈小卖铺，还有老沈也有责任，把所有冷藏品直接扔在马路上不管了。你放屁，赔钱！管事老吴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我怎么就不负责任了？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商贩，执法人员处罚后，我立刻关停处理，坚决不占用公共消防通道。没错，桂兰婶是被逼的，不扔出来，难道还留着继续被罚款吗？我只问一句，大槐树村是不是没有公共冷藏处？是不是没有正规冷藏点？没有，管事人不作为，管事老吴，你少推责任。有些话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。这3年，我免费代存，没问管事人要过1分钱补贴。现在我被马秀莲实名举报整顿，难道还要继续违规替管事人兜底？没错，桂兰婶是被逼的，不扔出来还留着继续被罚款吗？老吴想把沈桂兰推到前面挡刀，没想到沈桂兰反手把管事人缺位摆笑了阳光底下。在这儿吵没用，想解决问题就要把损失列清楚，把证据留好。大家推选几个代表，把所有人买的蔬菜、肉类损毁情况登记成表。有购买凭证的，把发票保存好。沈桂兰不是来替谁背锅的，她是在教大家把情绪变成能追责的证据。账都算清楚了，咱们兵分2路，一路拿账单去临时屋要索赔，另一路去医院找马秀莲。她闯的祸必须赔我们损失。我去组织乡亲代表。我有付款发票。走。这下谁都别想糊弄过去了。马秀莲以为躺进医院就能躲清静，可该来的账一笔都不会少。强子，罗春燕呢？你还有脸提罗春燕？人家昨天下午就把我托媒人退话了，连媒人都把我骂了一顿，说咱们家是一窝子骗子。妈都是为了给你省钱呐，那几千块的鱼肉，我怎么舍得扔？他到现在还觉得自己省的是钱，省钱？你省了50块搬运费，省得我老婆没了。我借遍亲友给你交医药费，昨晚村里都在说所有损失都要找你赔。我只是打了个举报电话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所有损失让我赔？我没钱，我一条命都没有。强子，你不能不管吗？他曾经把所有麻烦都推给别人，我还要上班。如今，连亲儿子也开始把他推开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来看我笑话吗？马秀莲，我们不是来看你的，这是全村里乡亲因为你的恶意举报导致冷藏品损毁的索赔清单，管事人认了30%，剩下的给你3天时间把钱还给乡亲们，5900块，抹个零，就算你6000，直到刀落在自己身上，他才知道。你们抢钱啊！6000块，把我卖了也不值6000块，谁的冷藏品换
耍无赖！我们今天来只是走个通知过场。直到刀落在自己身上，他才知道疼。你们抢钱啊！6000块，把我卖了也不值6000块。谁的冷藏品坏了谁倒霉？他用你们去找。举报把别人推进规则里，现在规则也站到了他面前。马秀莲，你可能还不知道现在的法律，3天后没收到钱，我们也可以投诉。我们手里有举证磁带，有管事人的责任说明，还有所有人的购物发票。他们怎么会准备的这么齐？这一次没人跟他讲情分，所有人都开始跟他讲证据。您将代表全村里500户乡亲正式向调解人提起联合民事诉讼，调解人会依法冻结你的存折。你在大槐树村那套屋子也可能被调解人强制拍卖，到时候你就会成为欠账人。我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，别动我的屋子，去找马大勇，屋子以后是他的，让他来赔啊！你以为马大勇现在比你好过吗？你的影响太恶劣，木器厂决定解除劳动协议。老婆跑了，亲妈欠着几千块索赔，工作也没了。马大勇终于尝到了被牵连的滋味。工作没了，老婆跑了，亲妈躺在医院里，还欠着几千块的巨款。我该怎么办？妈，你造的什么孽呀？你把我们全家都毁了！我以为他只是爱占小便宜，没想到这个便宜会把我整个人生都拖下去。老沈，咱们谈谈。村里乱到管事人兜不住，管事老吴终于想起了那个被他们推走的人。老沈，您看这几天村里乱成什么样了？以前是我说话难听，我给您赔不是。赔不是就不用了，话说清楚。我可以心软，但不能再。您先收下，咱进屋慢慢谈。东西拿回去。以前我免费帮忙，你们没人觉得值钱。现在出了事，别再拿几个水果糊弄。其实也简单，您签个承诺，明天继续帮大家代存。管事人这边给您挂个便民点牌子。妈，您别急着签，这上面写着自愿代存期间发生丢件、损坏投诉，由代存人自行协调处理。哎呀，格式文件嘛，都是走个流程。流程写的是我的责任，方便给的是你们管事人。老吴，这个字我不签。老沈，您这样就有点不近人情了。乡亲现在都等着拿冷藏品呢。我尽了3年人情，换来一张罚单，一间停业的店，一身骂名。管事老吴，您要真想谈，就拿正式协议来，责任、费用、场地写清楚。你一个孩子懂什么？他懂，至少他懂，别让我妈再白背锅。管事老吴，我昨晚就说过，管事人不能只会甩锅。现在猪肉都泡成这样，谁负责？我给孩子买的冰棍也没了。以前桂兰婶在的时候哪有这么乱？大家别急，我们正在协调老沈恢复代存。协调还是又想让他免费背责任？便利消失以后，所有人才开始看见曾经被忽略的劳动。桂兰婶儿，他们在人群里说管事人是想让您签自愿承宁书，您这次千万别心软，帮忙可以，不能没有边界。我猜到了，我妈帮了3年，连个正式身份都没有，出了事就罚她，方便的时候就夸她热心。这些不是废纸。3年我收了多少件，出了多少力，该让他们看见了。管事费我们年年交，冷藏品乱成这样，你们不能只让沈老板出来兜底。今天在场这么多乡亲们，管事老吴，您当着大家说清楚，要不要桂兰婶继续免费背锅？要我重新收？可以。第一，正式合作；第二，责任写清；第三，费用明算。老沈，您这条件太突然了。我被罚的时候也挺突然。老沈，您这哪是帮忙，这是开条件啊！对，我现在就是开条件，以前我没开条件，所以谁都能拿我的好心当免费的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支持，只要收费合理，服务正规，我愿意付。我们也愿意，总比坏了东西强。沈老板要是正规收，我第一个支持。他就是看村里离不开他，想趁我打劫。妈，您少说2句吧，赔偿款的事还没解决呢。我哪有钱？你是我儿子，你不想办法谁想办法？我的工作都被你做没了。我再替他兜下去，连最后一点路都没了。现在乡亲情绪很大，老沈不回来，冷藏品这块真压不住。他要村口空屋，还要服务费。要拿主意啊！管事老吴，你可以慢慢请示，我不急，急的是外面那堆冷藏品，不是我。别翻了，你们这样谁的东西都找不到。我得去粮站扛麻袋了，再晚活都分完了，东西都找不到。我的冰棍啊，都快化了，搁着臭了。你们管事人要是再拖，我们就去临时屋投诉。我去找老沈，今天必须把事定下来。冷藏品泡在雨里，也把管事人最后一点体面泡软了。
林石屋同意先给您村口空屋免3个月场地费。3个月以后呢？我把木架、设备、人工都投进去，再让你们涨租赶人。我3年免费代存，替你们省下的人工和投诉也不低。免场地费3年，每盆看管费按天结算，管事人对场地和公共纠纷负责，少一条不谈。妈，村里那5900块的赔偿，您到底准备怎么办？他们吓唬人的。沈桂兰以前那么软，她不敢真把我怎么样。他现在连管事人都敢谈条件了，她就是个开杂货铺的，凭什么翻身？凭你把全村里都得罪光了。就是你要免场地费3年，还要管事人给服务费。沈老板，做人不能因为村里一时离不开你，就狮子大开口。是我，牵头人老王，我不是趁火打劫，我是在给一个每天几百件冷藏品的服务定一个该有的价。一本旧登记本，终于把他那些没人看见的辛苦一页页翻到了明面上。按最低人工算，3年登记分拣通知看管，我少说搭进几万的时间和力气。可这毕竟是你自愿帮忙，所以我认了。以前的我不追，以后要我继续就按规矩来。牵头人老王，外面乡亲真的压不住了。您要是不签，我们乡亲就要求管事人自己建赔付，自己处理投诉。大家都听听啊，沈桂兰要靠咱们村里发财了。以前装好人，现在露馅了吧？马秀莲，我以前免费帮你，你骂我；现在我收费服务，你骂我发财。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活？这话说的也对，人家不能一直白干。正式合作可以谈，但临时屋最多先批1个月试点。1个月可以试服务，不能试责任。场地、责任、费用、恶意扰乱处理，必须从第1天写清楚。我不怕累，我怕的是再被人一句举报，就把所有责任扣我头上。这个要求合理。我也觉得得写清楚，这样挺好，起码有规矩，收费也不贵，总比坏了东西强。这不就是冲我来的？你要是不恶意扰乱，怕什么？妈，村口空屋要是批下来，这里就不用再堆成仓库了。桂兰婶儿，你以后不光能做冷藏品，还能做点别的。村里那么多人，需求多着呢。先把冷藏品这一关过了，路不是别人施舍的，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谈出来的。地方是旧了点，但位置好，试点期间先给您用。不是给我用，是按协议合作。桂兰嫂，这里做冷藏点真合适，门口宽，货车也能停。我终于走出了那个被冷藏品挤满的小店，也走出了免费帮忙的旧日子。哟，架子都装上了，靠举报罚款翻身的人，现在还真当老板了。马秀莲，我能翻身，确实有你一份功劳。没有你那次举报，我还真不知道自己的劳动这么值钱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靠自己本事赚钱，你要见不得别人好，就好好在家待着，别出来瞎晃悠。就是回家待着吧，这种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哼！桂兰嫂，您这回是真正规起来了。正规了，大家都省心。以后异常件我这边也按流程走，不再口头放件。对，虽然说口头方便，但是最后最容易扯皮。免场地费3年，按盆按天结算，异常纠纷按流程处理。沈老板，条款都按你说的写了，还有恶意扰乱服务秩序的处理写了。经管事人、冷藏点、乡亲代表确认，可以限制服务。行。那以后村里快递的收发，就麻烦沈老板多多帮忙了。这一次，我要靠规则换取平等的尊重。沈老板，第1单我来取，报尾号0836。大家看，这才是服务，叫所有人都能清楚放心。我们都应该感谢沈老板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我们都应该好好感谢他。妈，今天入库600多件，按服务费算，真的有收入了。以前这些活我都当顺手的事。桂兰嫂，村里不止冷藏品有需求，很多人下班晚买难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这确实是个好办法。可以，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想法。桂兰嫂，先别做大，第1批就20份，青菜、鸡蛋、豆腐、番茄都是家常菜。菜不比冷藏品，坏了烂了都麻烦，所以更需要您这样细心的人做。我们下班晚的人真需要。妈，如果每份只收1块5服务费，20份也能试出个大概。先试一次，不求赚多少，先把规矩定好。行，那我待会儿拟个公告贴在村里的公告栏上，好让大家伙知道。算我一个，我帮你一起搞，能快点。好。
这对大家伙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件好事。我们还能借机赚点小钱，也算是一举两得了。1块5整理费也不贵。我下班7点多能顺路拿菜，挺方便。买个菜还要服务费，真是掉钱眼里。便宜菜我照样要买，服务费想收我的没门儿。妈，您比我做作业还认真。冷藏品吃不坏，菜会坏。人家信我，我就得把账记清楚。但谁要是占便宜，你也不能再让。这次规矩写在前头，我不会再忍让了。桂兰嫂，番茄2筐，青菜1筐，鸡蛋20板。先别走，我验完再签。这么点菜还验这么细啊？仔细点好，对大家伙都负责，不然因为少一片菜叶吵起来，我才头大。桂兰嫂，大家都说您分得清楚。妈，这袋是王阿姨的，少一把葱。补上，拍照，以后缺什么当场说清。太好了，我终于不用8点以后再跑菜市场了。拿回去先看一眼，有问题现在说。没问题，挺新鲜。第一批菜千万不能乱，只要开头稳住，取得大家的信任，后面才好继续开展下去。马秀莲，排队报名字和尾号。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拿个菜还排什么队？大家都排着呢。我这是托人报的名，你管我叫什么？菜篮实名登记，假名不实名不出货。你故意为难我？我是在保护每个人的菜不被错拿。这是你的，以后按实名来。就这件菜还要1块5服务费，你也好意思？验货、分装、通知保管都在这1块5里。以前你帮大家收冷藏铺也没要钱，所以以前我被罚，没人替我交。沈老板收的。老沈，我腿还没好，你给我送上楼。送上楼另收费，提前登记。几步路的事儿还收钱，你心咋这么黑？巷子深处不是几步路，我妈腰有旧伤。大人说话有你小孩什么事儿？他说的事实，你要送上楼，可以找跑腿，也可以自己拎。这种人就不应该让他过来领菜。就是，沈老板明明收的就不贵，他这个人也是太抠门了点儿。桂兰嫂，名单上又加了30个人，都说今天菜鲜。虽然服务费不多，但这是妈第一次靠规矩赚钱。是的，做事还是要有规矩。以前总是当老好人，还有人不领情，处处找我麻烦。大家看看，他菜篮缺斤转两，我20个鸡蛋回去一数就18个。你取走前我拍过照，20个一个不少。照片能作假？怎么大家伙都没少东西，偏偏就给你少了？我怎么知道？说不定就是因为我之前举报你们，某些人怀恨在心，所以现在要针对我，故意给我缺斤少两。那我们就看看镜子。看就看。这是自己拿的吧？拿的时候都确认了，现在反倒回来讹人。我那是签字的时候没注意看，说不定路上掉出来了，我没看到，这才闹了个乌龙。马秀莲，从今天起，你的菜篮名单只支持现场验货签字，不能代拿，不能赊账，不能事后索赔。你们现在都帮他说话，他挣的是你们的钱。他挣的是服务费，不是昧心钱。沈老板好心帮我们分菜分到晚上，没有沈老板，我们每天下班都买不到新鲜的菜。你拿个鸡蛋反咬，谁帮你？你以为我稀罕在你这买菜呀？真的是。妈，今天光番茄就36份。今天货还挺多的，记住先按楼栋分，再按尾号排，千万别乱了。桂兰嫂，您这流程比好多团长都清楚，弄清楚才能减少纠纷。年纪大了，可听不得这么吵了。老沈，你这菜篮做的不错啊。按理说这是在管事人场地里经营，是不是也得跟管事人分一点？协议写的是冷藏合作场地，附带便民服务由我自主经营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临时屋那边看见人多，难免有想法，你说是不是？当初没人要的空屋，现在看见桂兰嫂做起来了，就想伸手要钱。我靠本事把冷空屋做热，不是给别人摘果子的。我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你们先忙，我家里有事先走了。妈，菜篮服务费、冷藏品结算加起来比以前杂货铺一天强多了。虽然钱是赚得多了，但身上的责任也更重了。菜能做起来，后面冻品、牛奶、蛋肯定也有人要。那得买冰柜吧？改天你去镇上进一个。行，等哪天店里稍微空了，我就去买一个回来。桂兰嫂，您这亮起来了，以后我给您长期供货，价格还能压。价格可以谈，但品质不能降。这筐不收，下面有点蔫儿，很正常，洗洗就行，没啥大问题。不行。这收的是给街坊一军吃的，难道要让大家伙花钱买坏的回去吗？就是这菜我们都是花了钱的。沈老板，这样会不会耽误我们拿菜？会晚半个小时，我让老陈补新菜，等不了的可以全额退。装什么认真？不就是想显得自己值那1块5吗？我值不值，菜说了算了。你要看不上就别买，
我这也正好不欢迎你。我还就不稀罕呢，不就卖几个破菜，有啥了不起的？桂兰便民冷藏点这边的货质量有问题，重新调2筐过来。可以，这批质量不错，麻烦你了，陈师傅。姐，照这势头，咱们下个月就能扩店面了。就是，到时候我来盯装修。4小时后温度稳定，再放冻品和牛奶。温度能显示吗？能，你每天记一下就行。桂兰嫂，您这也太正规了。以前吃过没记录的亏，现在每一步都要留痕。麻烦你了，师傅。你看我这有些菜，你可以带一点回去炒个菜吃，可新鲜了。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谢谢沈老板。那我先走了，祝你店里生意昌红。沈老板，我明天才回来，能帮我多放1天吗？可以，超市冷藏每天2块，本子上登记，坏了按规则处理。行，明码标价，我放心。以前大家都怕收费贵，现在发现收费价格合理，取件还清楚，反而更省心了。尊重不是靠讨好换来的，是靠清楚的边界立住的。马姐，你不是说他黑心吗？你怎么也来看？我看看他又想怎么坑大家。要寄存冷藏就先登记付费，不寄存就别挡门。谁稀罕你这破柜子？妈，取货区、取菜区、冷藏柜区要分开排队，不然会堵。我可以帮忙做3张指示牌。好，人多了更不能乱。来，大姐这边签个字哈。妈，这是我朋友托人买的鱼肉，晚上要送去赔礼，你别乱动。你住哪儿都没定，还赔什么礼？我想找以前领导说情，东西坏了我更没路了。放沈桂兰那儿，他会收你。他开门不让人放东西。我放一下，明早取。先登记，写付明时间，付冷藏费。整这么麻烦干啥？我就放一晚，明天来拿，钱等拿的时候再给你。东西放你这儿，害怕我赖账不成？先付费后寄存，这是规矩。你要想在这儿寄存东西，就要守我们店的规矩。规矩，就你们这么多破规矩，开个店可真了不起呀！妈，这不是我们登记的东西，是哪个混蛋给放进来的？登记本里没人报鱼肉暂存，先拍照查温度记录，再调登记。没有登记的东西，才最容易变成别人甩来的锅。看来今天又要有闹事的来了。沈桂兰，我儿子的高档鱼肉全坏了，你赔钱！这东西我花了大半个月的工资呢。你们说这东西是你存放在这儿的，那登记单呢？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东西是你们存这儿的？什么登记单？你开图物不就是给大家放东西的吗？需要这些东西干啥？我这里所有冷藏暂存都要登记贴签付费，不然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们这儿概不负责。你少拿规矩吓人，东西是在你柜里坏的，就得赔。我看你就是昨天晚上不想付寄存钱，偷偷塞到了那台冷藏柜里，现在坏了反而来找我麻烦。你没有登记，如果这筐鱼真的是你的，那你这就是私自存放，我们店概不受理。而且因为你私自存放，导致鱼肉腐臭，污染了我整个冷藏柜的食品，这个损失是不是应该要你来赔偿？自己偷偷塞到冷藏柜里，东西坏了还想让桂兰嫂赔，你想的还挺美的。妈，我不是让你登记吗？我哪知道他真查登记？所以你知道自己不该偷放。我那是急，我一个老太婆抱着那么重的箱子，你看见了也不帮，还好意思说？我昨晚就提醒过你登记付费，你不听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不管，你就是故意刁难我。所有人都遵守规矩进行登记，怎么就刁难你了？沈女士，你今早打电话说要进行清理检查的冰柜在哪儿？在那儿。没有登记的物品，本店不承担保管责任。偷偷放入造成污染和损失，照价赔偿清洁消毒费。因为他偷放这一箱，今天好多人的牛奶冻品都得暂停出货。妈，你到底省这几块钱干什么？你还怪我？我不是为了你去求人吗？你求人之前，先把人得罪死了。你们母子怎么吵，我不管。污染冰柜的费用，今天必须结清。沈桂兰欺负人啊！我刚出院，他还要我赔冰柜钱。你偷放东西还有理了？我孩子的酸奶差点被你熏坏，这关我什么事儿？明明就是他的冰柜有问题，我的鱼肉坏了，他还要让我赔钱，这还哪有天理啊！妈，你快起来，别再丢人了。我不起来，他不赔我鱼肉，我就举报他冰柜有问题。你举报可以，我也会把登记温度记录一起交出去，到时候看看谁有理。你就是这个店的老板吗？我们昨天刚接到举报，说你这冷藏管理混乱，食品串位污染。检查员同志，我们店管理一向严格，我可以积极配合检查，
确实做得挺好的，每天都有温度记录，物品有标签，异常情况也有留证。那检察员同志，按规定，恶意举报造成他人经营损失，管事人是不是也要出面说明？对，不能让别人平白无故的诬陷。放心，我们会查清楚的。这些东西平常就这样随意堆在公共楼道吗？随便占用公共空间资源，就没人管一下吗？可不是，劝他多少次都不办。你们查沈桂兰，查我干什么？公共通道不能堆放杂物，请立即清理。还有你恶意举报他人这件事，需要你配合接受调查和说明。桂兰嫂，这次您赢得漂亮，不是赢谁谁输，是规矩站住了。以后我冷藏东西就按规则交费，省心。沈老板，我孙女让我代写这个表，但是我不识字不会弄，你看你现在有没有空帮我弄一下？您别急，我看看。好了，太感谢你了，沈老板，多少钱我给你？1页1块，价格贴在这儿。行，我不怕花钱，就怕没人帮。桂兰嫂，我觉得您这里可以加个便民服务台，方便村里乡亲们解决日常大大小小的问题。有道理，感觉这个服务在村里的需求应该挺大的。我们可以先收集整理一下乡亲邻里的需求分布，然后比较有针对性的展开服务，准备一些必需用品，代写、代填、代寄包裹，帮老人查冷藏品、代填单据，还可以做菜篮售后登记，不然都挤在人群里乱。能做，但不能什么都免费。就按项目的人话明码标物费，买的是省心。是的，每一项都要有价格、有记录、有边界。以前他那破杂货铺也没几个人，现在倒热闹了。他就是想挣村里的钱，然后给自己发财。冷藏品、菜篮、冰柜，现在又想代写代寄，他一个人还想把钱全赚了。你要是不服，就得让管事人管管他。我不敢点，怕点错。我只教您怎么操作，钱您自己确认，密码您自己输。桂兰嫂儿，您这细节想得真周到。涉及钱的事儿，越熟越要避嫌。桂兰嫂，生意不错啊，代写1块，指导本子也收费，明码标价，愿意就做，不愿意可以自己办。街坊邻居的这么算钱不伤感情？以前不算钱才最伤感情。你这话说的，倒像我们这些小店都不会做人似的。我只管把自己的店做好，他不再急着讨好谁，也不再怕谁说他不会做人。老王，桂兰便民冷藏点现在不只做冷藏品，还做菜篮、冰柜代写代寄，这算不算超范围经营？他协议里有便民配套服务，那他赚这么多，管事人不该重新算场地费？这个问题可以研究。老王，协议刚签，别又把乡亲惹炸。我们不是惹，是规范。沈老板，您现在新增菜篮、冰柜便民服务已经超出原藏合作范围，管事人要重新评估场地使用费。说白了是想涨租，这是规范管理。当初空屋没人要，桂兰嫂做起来了，你们就来规范了。协议拿来，我们一条一条对。这里写着，乙方可在不影响冷藏品服务的前提下开展社区便民配套服务。但收入增加以后，管事人也有成本在哪里？水电我自己交，设备我自己买，人工我自己扛。管事人他想分一杯羹，还做了什么？沈老板服务好了，你们还要加钱？那以后谁敢做事？别又把人逼走。这事儿我熟。他现在一天赚几千，都是赚咱们的钱，他凭什么免场地费？真的免场地费3年，那是不是管事人吃亏？我们以后管事费会涨。人心刚刚站稳，就有人开始往里面撒沙子。妈，我去跟他们解释。别急，桂兰婶儿再不解释，他们会不会被人带偏？解释要有证据，不是跟他对骂。桂兰婶儿，您这是准备把账全摊开？既然他们想知道我赚的是什么钱，那就让大家看清楚。妈，我帮您整理，把日期、费用、条款都标出来。走，我去叫几个乡亲代表来，不能让马秀莲一个人在外面说，叫愿意听账的人来，不愿意听的也别硬拉。我也开店这么多年，没见谁像他这么会算计。可不是，以前免费是装的，现在才是真面目。可沈老板做事确实方便，东西放他那儿心里也踏实。方便是拿你们的钱堆出来的。他那屋子免3年场地费，冰销自己买是不假，可人流也是村里给他带起来的。那他是不是真挣不少？谁知道呢？账又不摊给大家看。他敢摊吗？一摊开，大家不就知道他靠全村发财了？他现在风头太盛，得让他知道村里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解释靠全村发财。哼！今天不吵架，只看账。他曾经最怕被人围着指指点点，可这一次，他主动站到了人群面前。冷藏看管费按盆按天，菜篮整理费1份1角5，代写代填，价目表在柜台。
冰柜我自己买，电费我自己交，早晚守门我自己来。你们花的钱买的是登记、保管、分拣、售后，不是买我的委屈。这账挺清楚的。他也没乱收，他免场地3年，这不是占村里便宜吗？那是村里对他3年免费代存、被罚停业损失的补偿。他现在又做别的生意，凭什么还免？因为协议允许，因为我承担设备、人工和服务风险，因为这个空屋放了2年没人做，是我把它做起来的。我支持沈老板，他帮我填表、写信，收得明明白白，我花钱花得安心。暂且暂缓调价，严格遵照原定合作协议。还有期间最有征章审柜开展，所有服务全程登记留底。按协议执行，按协议执行。我也在这里承诺，所有收费公开，所有服务留记录，出了问题按规则处理。你不是说能让管事人涨他租吗？急什么？代记、冰柜这些环节随便都能找问题。那就让他出事。桂兰婶儿，韩老板和马秀莲肯定不会消停。妈，要不要先停掉代记服务？不能因为怕人使坏，就不往前走。桂兰嫂，帮我寄个东西，玻璃杯不值钱。易碎品要开箱验视，加固包装，还要签字确认。不用那么麻烦，都是街坊邻居。代记服务不分邻里远近，只按流程办事。行，签就签。等包裹送达，我就说他包装不当，弄坏了货品。他总爱讲规矩证据，可群众只看表面热闹。普通代记包裹也要做的这么细致吗？越是普通业务，越容易被人钻空子。冷藏、菜篮、代记结合在一起，完全可以做成村里的生活服务站。沈桂兰，你给我寄的杯子碎了，大家看看，便民服务就是这么便民的。韩老板，先别急，我们看记录。我早说，他只会收钱，不会负责。杯子都碎了，还看什么记录？看清楚，才知道该谁负责。这是寄出前的照片，杯子完好，包装也合格。你签过易碎品风险确认，送货行那边也有揽收记录。更巧的是，你手里的碎杯子和寄出的那只花纹不一样。我也是看错了，都是误会。你别得理不饶人！误会可以解释，恶意诬陷要道歉。对不起，妈，大家都说您流程做得好。还有人问能不能办长期户，冷藏品、菜篮、冰柜、代写一起结算，省得每次登记。
长期户不是为了圈钱，得让大家明白买的是什么服务。他还想办长期户，他这是要把村里的钱都收进自己兜里。真是处处都想占便宜。妈，您能不能别再折腾了？你还敢管我？你赔偿款凑到了吗？我就是凑不到，才求您别再得罪人。没出息的东西！他不是不知道错，他是永远觉得错的是别人。基础取货不便，冷藏、代写、菜篮服务费，长期户有折扣，这样挺合理。还要加一条：恶意扰乱、偷拿、造谣拒不赔偿的人不能入会。就是限制名单，限制名单不能靠我一个人说了算，由冷藏点、管事人、乡亲代表共同确认，这样公正。我每周菜篮3次，办长期户划算，我就偶尔代写，不办也影响不大。这就是针对我！你要是没干那些事儿，谁针对你？我要办长期户，你开门做生意，凭什么不让我办？你名下有未结清的冰柜清洁费、菜篮偷拿记录、恶意举报记录和冷藏品赔偿纠纷，那些都是你们冤枉我！冰柜登记我们看过，菜篮登记也看过，都是有证据的。恶意举报的处理记录，管事人这里也有。结清赔偿，公开道歉，3个月内无扰乱记录，再登记。我一个刚出院的老太婆，你们不让我办长期户是要逼死我呀！妈，别闹了，调解人那边已经给通知了，再不处理赔偿，屋子真保不住。你吓唬谁？我没吓唬你。妈，赔偿款不是别人编的，你害村里损失，害人家停业，害我丢工作，现在该还了。你是我儿子，你不帮我，还帮外人。我以前一直帮你，所以才把自己也拖进泥里。不孝的东西！从今天起，我不替你闹，不替你撒谎。桂莲婶儿，我来道个歉。我妈以前说了很多难听话，我也没拦。订婚宴食材那次，我也默认她把麻烦推给您。你今天来是为了让我帮你求情？是，也不是。我知道没脸求您，我只是想把该说的说清楚。这里面有我妈承认举报和闹事的磁带，你们该怎么用就怎么用。这就是完整证据链了。有了这个，后续索赔就更清楚。妈，您终于能彻底洗清了。我不是为了报复他，我是为了以后再没人一句话就把黑锅扣到我头上。今天只说3件事：赔偿、道歉、后续限制服务。我没钱，没钱不是没责任。我不多要1分，也不再替任何人少算1分。他终于学会不用委屈自己来显得善良。我就是故意举报的，我就是要闹得他不得安宁，想让我赔偿，门都没有。原来真是他故意的，全村里被他害成这样。马大勇，你敢卖我！妈，是你先把所有人都卖了。是不的，是不的。马秀莲，道歉。我不道歉。不道歉，限制名单，限制继续执行，赔偿流程也继续走。
起，沈桂兰，对不起，各位乡亲，对不起。道歉我听到了，但一句对不起，不能抵掉别人3年的辛苦和全村里的损失，赔偿和规则照旧。沈老板，便民生活站的门头临时无批了，以后就不是单一冷藏点了，是桂兰便民生活站。妈，招牌要不要我帮您设计？你学习要紧，别总操心店里。我操心的是我妈的未来。以后买菜、取货、寄东西都在这儿，真方便。沈老板做事清楚，我们放心。他越过越好，我就越像个笑话。妈，您后悔过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当初帮大家收冷藏品。不后悔帮人，后悔的是没早点给自己的善良立规矩。桂兰嫂真好看。妈，这比以前老沈小卖铺气派多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虽然名字变了，但规矩不能变。沈老板，我下个月还办长期户。好的，老人家。沈老板，今天这菜包真省事儿，我加班回来还能做口热饭。回去先看菜，有问题今晚9点前反馈。我要进长期户名单，我要买菜篮儿。你还在限制名单观察期。我都道歉了，你们还想怎样？你就是记仇。道歉是态度，赔偿是责任，观察期是规则。我记的是账，不是仇。冰柜清洁费我先给一半，剩下的以后再说。长期户先给我开。规则写得很清楚，费用结清，公开道歉后观察3个月。你别太过分，我都穷成这样了。穷不是插队的理由。马秀林，管事人也确认过处理结果，沈老板按规则办，没有问题。他现在有人撑腰了，你干出来了，你还欠着赔偿，他当然敢压你。妈，您再跟他搅在一起，屋子真没了，没人救您。你少咒我！调解人评估的人下周就来。妈，高考成绩出来了，多少？够省重点线，稳了。桂兰嫂，沈佳明太争气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家佳明太不容易。考上大学了不起啊，还不是靠收我们村里的钱供出来的。马秀莲，我儿子的学费是我一件件冷藏品、一袋袋菜、一张张带血纸挣出来干净钱。就是人家靠劳动。你儿子工作怎么没的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妈，
我想报计算机。只要你喜欢，都好。桂兰嫂，现在我们站都说桂兰这边最好送，流程最清楚。流程清楚，大家都省力。长期户名单今天突破300人了，别只看人数，售后也要跟上。真正的翻身不是一天热闹，而是日子越来越稳。投诉率降了，问题解决了，咱们相信满意度也上来了。所以管事人应该公开道歉，也公开确认协议继续执行。当初是我的问题，给乡亲们带来麻烦了。沈老板，对不起。沈佳明同学的录取通知书，请本人签收。快拆，快拆！我考上了省城中旦大学机械电子专业。沈老板，苦尽甘来了，沈佳明争气，您也努力。妈，以后我一定让您少吃点苦。妈不苦了，只要你开心点儿，都好。沈老板，今天真像个大老板了。大老板不敢当，就是终于不用白干了。妈，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我们都会越来越好。妈，走吧，该还的我们慢慢还。我真的做错了，还让儿子丢了工作。桂兰嫂，明天还有500份菜篮预定，您可要忙了。忙点好。